很多人问我，曾教授，为什么婚姻中会出现第三者？是不是外面那个人比原配更有魅力、更有吸引力？我跟你讲，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情感纠纷，其实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，是关系的失衡，是能量的流动，是人性的反应。我们从易经的角度来看，万事万物都有阴阳，有阴阳就有互动，有互动就有变化。夫妻关系也是如此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处在我刚认识你时的状态，热情会下降，激情会消退。你以为结了婚，生活安定了，就不需要维系了，这就是误会最大的一点。我们中国人过去讲家和万事兴，不是说家人不吵架，而是说这个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。你看太极图，白中有黑，黑中有白，互为消长才是自然。婚姻呢，本质上也是和的艺术，是要靠两个人不断调整、不断配合、不断觉察的。有些人很容易犯一个错误，就是把婚姻当成了占有，一旦对方属于我了，就不需要再经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就像你买了一辆车，以为开回家就万事大吉，可是你不加油、不保养、不洗车，久而久之，车就会出毛病，甚至抛锚。这不是车的问题，是你不用心。人心跟车子不一样，车子不会抗议，人会。所以当一个人长期在婚姻中得不到理解、得不到回应、得不到欣赏，他就会自然地向外寻找补偿。这不是他坏，也不是他坏，是人性本然。你看小孩子，他饿了就会哭，你不给他吃的，他就去翻东西吃。夫妻之间若长期情感不被回应，不就是一样的道理吗？人心是很敏感的，不是靠制度维系，而是靠感应。你若感应不到，就会错失很多机会，也会把感情慢慢磨损掉。很多人以为第三者一定是年轻漂亮，其实不然。我看过太多例子，原配条件样样都比对方好，可是就是输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原配在婚姻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位者的角色，总是讲道理、讲规则、讲责任，却忽略了情感的流动与互相的需求。而第三者没有这些包袱，他只需要做一件事，让对方感觉轻松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男人在家里被嫌弃、被指责、被质问，回到外面却有人听他说话，称赞他、理解他，他的心会往哪里去？这不是更吸引，而是更舒服。我们人都愿意靠近让自己舒服的地方，这是本能。这就像水往低处流，风往宽处走。你不能骂风，说它不该吹到别人家去，你也不能怪水，说它为什么不留在你这边。你要做的是修正自己的地形，让水流得进来，让风愿意停留。婚姻不是战场，不是竞争，不是看谁更有理，而是一种互动，是双方的互相滋养。只要有一方停止成长，停止经营，那这个关系就会慢慢失衡。有些人说，我每天都做家务，带小孩上班赚钱，我哪里没经营婚姻？我说，这些是责任，不是感情。你有没有停下来听对方讲一句话？有没有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，给他一个眼神的支持？有没有在他成功时由衷替他高兴？有没有在他失败时陪他一起承担？这些才是婚姻的润滑剂。如果夫妻之间只有安排和被安排，没有回应和感应，那就不是伴侣，是合伙人。而合伙人一旦利益不合，就容易分道扬镳。但伴侣是风雨同舟，甘苦与共。这世间
没有从天而降的第三者，只有长年累月忽视的空位。你把那个空位留在那里，总会有人来填补的。我在课堂上常说，人跟人之间不是你怎么对他，而是你让他感觉你怎么对他。这个感觉才是关系的核心。很多原配常常自以为已经做得够多了，我做饭给你吃，我照顾你的父母，我帮你管钱，我为这个家付出青春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都不是他最需要的东西。你给的是你认为重要的，但不是他真正渴望的。这就好像一个人渴了，你非要给他吃饭，他当然不会感谢你。你以为自己很用心，其实你只是很用我自己的心，却没用他的心。这是现代婚姻里最常见的一种误区。我看过很多例子，夫妻结婚20-30年，从未真正坐下来好好谈过心。每天说话的内容不是买菜，不是孩子，就是工作，有时候还夹杂着指责和误会。这种婚姻就像一潭死水，表面平静，底下全是淤泥。第三者为什么会成功？很简单，他愿意听他说话，不是为了反驳，而是为了理解。他会在对方的情绪低潮时，轻轻地递上一杯水，而不是一句“你早该知道这会发生”。他会在他被世界否定的时候，给他一个拥抱，而不是一个清单。你看，这就是差别。人跟人之间，不是你错了我就骂你，而是你错了，我能不能陪你一起承认，一起成长。夫妻之间也是这样，有时候不是你对不对，而是你温不温柔，你有没有陪伴的诚意。有人会问，难道婚姻不需要原则吗？当然需要，但你要知道，一个人若是在没有被理解的情况下被教训，那只会离你越来越远。反过来，如果你能先做到理解体谅，他自然也愿意听你的建议。人心是相互的，不是服从的。曾国藩说，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。我们不能老是拿放大镜看对方的错，却用望远镜看自己的缺。你若总是以我是为你好来控制对方，那这份好到最后就会变成压。而第三者往往只是轻轻一笑，简单一句我懂你，就把你这些年的经营全打败了。所以你说吸引力在哪？不是脸蛋，不是身材，不是钱财，而是一种能量。人跟人之间是靠能量交流的。当一个人感觉你带给他的是压力，是否定，是批评，他就会自动寻找另一个让自己能呼吸的出口。这个出口不一定是最完美的，但只要在那个时刻能让他喘一口气就足够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中国文化讲中庸，讲的是不过不及，就是要懂得分寸，掌握那个度。夫妻之间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。你抓得太紧，对方窒息；你放得太松，对方迷失。这个拿捏是婚姻的功课，不是天生会的，是要用心学的。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太太结婚20多年，她先生出轨了，她来找我咨询。我问她，你先生每天回家，你第一句话都说什么？她说，当然是问他今天有没有把孩子接好，有没有把账单缴清，有没有忘了倒垃圾。我说，这些重要吗？他很用力的点头。我接着问他，你有多久没有跟他说一句你辛苦了？他愣住了。他说，我以为他知道。我说，他知道你为家里辛苦吗？他沉默了。我告诉他，夫妻之间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感情变成了习惯。我们习惯对方应该怎样，必须怎样，却忘了最基本的感谢与欣赏。这位太太后来试着每天换一种方式跟丈夫讲话，哪怕只是说一句，你回来了，今天看起来很累哦。
她说没多久，她先生真的变得不一样了，开始会主动说话，开始关心她，甚至重新规划家庭的未来。你看，关系是可以修的，只要你愿意调频。我常说，婚姻中出现第三者，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也不是单方面的责任，它是夫妻双方在互动中长期失衡之后的自然结果。你若是懂易经，你就会明白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轨道。夫妻之间阴阳之道就是讲的互补，不是说男人永远是阳，女人永远是阴，而是当一个人强势的时候，另一个人要柔和；当一个人沉默的时候，另一个人要主动；当一个人累了，另一个人要撑住。如果两个人都刚，那就会对撞；如果都弱，那就是瘫软。很多婚姻就是在这对撞和瘫软之间反复循环，最后把感情磨光了，才让第三者有了空隙。有些人说，我性格就这样，改不了。我说，那你就等着失去。夫妻之间不是比谁个性强，而是看谁愿意调整。你若死守，我就是这样，对方也可以说，那我不陪你玩了。到时候你怪谁？易经讲变化，就是生命之道。你不能用谈恋爱的方式来经营婚姻。恋爱是靠感觉，婚姻是靠经营。恋爱讲浪漫，婚姻讲责任。可你若婚姻中只有责任，没有温情，那对方会觉得这不是家，是任务。我们人最怕的不是困难，而是无人懂我。你在外头再累再委屈，只要有人懂你、听你、陪你，你就撑得下去。但如果你回到家，对方只问你，你怎么又忘记拿东西了？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？你有没有把那件事办好？你心会凉。第三者之所以能插进来，就是他不用负责，不用安排，不用抱怨，只要听你说说话，给你一个笑容，帮你鼓励两句，你就会觉得他了解，你觉得他比家里的人还贴心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如果也跟你过日子，会不会也变得一样？所以重点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谁先把感情变得冰冷，变得制度化，变得没有温度了。有位先生告诉我，他太太做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再笑了。他说他每天脸都很紧，说的话永远都是提醒提醒提醒。我知道他为我好，可是我每天都觉得很累，好像在上班。你看，他不是不感激太太的付出，而是受不了那个气氛。我跟你说，家庭的氛围是女人主导的，女人温柔，全家就舒服；女人焦躁，气场就混乱。这个不是男人偏心，而是自然规律。因为女性属阴，阴主气，气场是靠阴来引导的。男人虽然有阳刚之气，但情绪稳定是靠女人来维系的。所以一个家庭是否温暖，取决于妻子的状态。如果你总是在抱怨、在指责、在压抑，那家里的人也会跟着焦躁。但如果你能带着笑意，柔声细语的沟通，哪怕内容是一样的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。有人会说，那女人也很辛苦啊，为什么她来调整？我说，这不是谁辛苦谁调整的问题，而是谁适合谁做。就好像厨房，你会安排女人去，不是因为你轻视她，而是因为她细心。修屋顶让男人去，也不是压榨，而是因为她能抗。夫妻关系不是平等，而是互补；不是对等，而是对位。你在哪个位，就负责那个功能。阴阳互补才会圆满。你非要两人一模一样，那就会互相排斥。你非要两人什么都公平，那就会斤斤计较。婚姻不是争公平的地方，是共患难、共成长的地方。
再说回第三者的问题，你若总是纠结他哪里比我好，你就会一直陷在比较中出不来。但你若能反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到？是不是也曾让他觉得不被需要？我是不是把他当成了理所当然？你就会找到根，这个根是关系的裂缝，裂缝不补就会扩大，裂缝补了，阳光还能照进来。很多婚姻不是败在一夜之间，而是输在日积月累的冷漠、不理解和习惯性的忽略。如果你能回头看看曾经相爱的初衷，重新点燃那份初心，不要说第三者了，全世界都挡不住你们重新幸福。有些人呢，他不是真的想背叛家庭，也不是真的贪恋新鲜，而是在长期的关系中失去了被需要、被尊重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婚姻的氧气，看不见，但一旦缺了，人就会窒息。我常讲，夫妻相处不是把饭做好，钱交足，孩子顾好，就叫做经营婚姻。这些都是基本的，是维持婚姻的形式。而内容是什么？是精神上的陪伴，是心理上的支持，是能量上的互补。一个人之所以会被外面的人吸引，不是因为对方多优秀，而是因为自己在原本的关系里感到缺乏。这就像身体缺钙了，就特别想喝牛奶；缺糖了，就特别想吃甜食。你不是真喜欢牛奶，是身体在告诉你它有缺口了。同样的，婚姻中若有人觉得我不被理解，我不被尊重，我不被需要，那他就会自然地向外寻找补足的对象。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这是能量平衡的问题。我们人是活的，不是程序设定的，它的反应往往都是自然产生的，而不是计划好的。你去问那些出轨的人，大部分都会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，他们不是故意的，是一步一步走远了。那为什么会走远？因为他在原来的关系里感受不到归属。这种归属不是法律的，是情感的，不是理性的，是心灵的。你可以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但两颗心早已分开了。你可以每天吃同一桌饭，但早就没有共同话题了。等到有一天，外面来了一个听得懂你的人，你的心就会动。所以真正要问的不是他有没有魅力，而是你有没有空位。你有没有在不知不觉间把那一块原本属于彼此的空间变成了冷宫？我告诉你，夫妻之间最怕的不是吵架，而是没有话讲；不是意见不同，而是连交流都懒；不是对方变了，而是你根本没有发现他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笑了，不再期待，不再靠近。等到你发现的时候，他的心早就飞走了，不是飞到别人那里，而是飞出了你这个封闭已久的空间。我以前讲过一句话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修行，不是一个人的忍耐。很多人以为我不离婚，我守本分，我照顾家庭，就是对婚姻有交代了。我说，这只是留在婚姻里，不是活在婚姻里。你若只是活着，而不是彼此陪伴，那这个婚姻就是形式上的存在，内容早就空了。而第三者就像空气一样，不是他多厉害，而是你让婚姻里没空气了。你把日子过成了制度，把爱变成了职责，对方才会渴望那个自由呼吸的人。你看那些第三者，他们往往不会讲太多道理，也不要求什么承诺，但他们很会倾听，很会顺着你，很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。你说这是魅力？不是，是技术，更是敏感度。敏感到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被夸奖，什么时候要一个拥抱，什么时候想静一静。他们不是更好的人，
而是刚好出现了在你需要的时候。而原配为什么会失去这一点？不是他不会，而是他忘了当年是靠什么赢得你的心。有时候不是对方变了，是你忘了继续做那个让人心动的人。结婚之后，把心收起来了，把温柔藏起来了，把体贴收回来了。你以为彼此已属定局，不需要再讨好，不需要再呵护，但人心不是石头，是需要不断被回应、被激活的。你若停止给对方能量，对方就会自动去找新的来源。你若能不断更新自己，滋养关系，这份感情自然不会出问题。很多人以为感情的事只能靠感觉，感觉没了就没办法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感觉是会变化的，今天热，明天冷，今天喜欢，明天厌烦，这都正常。你不能靠感觉维持关系，要靠觉察。在易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叫做感而随通，神明之道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能感应到对方的变化，才能持续沟通。你若一味只看自己，顾自己，不理对方的感受，那这个关系一定出问题。家庭关系最怕的就是彼此变得无感。以前一个眼神就知道他今天累不累，他想不想说话。后来怎么了？他说话你没听见，你能过他也没发现。你们之间不是无爱，而是无感，感应失去了。第三者就有机会钻进来，因为他听得见，他感受得到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安静，什么时候该撒娇。不是他有多高明，而是他比你有心。易经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，叫做反者道之动，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会在走到极端之后。夫妻关系也是一样，你太强势，对方就会越来越退缩；你太忽略，对方就越来越冷淡。你要懂得留白，在关系中留一些空间，让对方有呼吸的余地，留一些柔软，让对方能放心靠近，留一些尊重，让对方保有自己的存在感。不是事事都要你说了算，也不是事事都要紧迫盯人。我看过很多婚姻是控制毁掉的，太太凡事都要掌控，先生就越来越像个孩子。先生凡事都不放手，太太就慢慢失去了自己。这种关系看起来紧密，实际上是互相吞噬。真正的和谐是有距离的亲密。我们说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夫妻之间也要学这个道理。不是每天都腻在一起才叫恩爱，而是你在他需要时出现，不需要时退下；你在他沉默时陪伴，在他想说话时不抢话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做，才能让婚姻重新活过来，让感情重新有温度？第一，你要觉察，每天问自己一句：我今天有没有给这个家增加能量？有的人嘴巴说我为了家怎样怎样，其实他整天散播负能量，动不动生气、嫌弃、指责，搞得全家都不敢靠近他。你这是为了家，还是在害家？第二，你要表达爱，不是藏着掖着的，要说出来，做出来，表现出来。很多人一结婚就不再说谢谢，我爱你，辛苦了，以为这些太肉麻。可是你不说，对方就不知道，他就会怀疑、猜测，甚至误解。第三，你要更新，人是会变的。你10年前喜欢吃的菜，现在可能不喜欢了。你以前爱听他讲工作，现在想听他讲内心。你若还是用老方法对待一个已经变了的对方，那就会出错。感情也是要与时俱进的。有个先生跟我说，他太太婚后就再也没有换过发型，买过新衣服，学过新东西。日子久了，他觉得他还越来越像个影子，存在却没有光。我问他，那你自己有变吗？他
他说我也差不多。你看，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是两个人都停了。关系的保鲜不是靠外表，而是靠成长。当你持续成长，对方自然会重新欣赏你。当你停滞不前，对方就算还在身边，心也会越来越远。还有一点最重要，婚姻不是看谁赢，而是看谁愿意放下身段。你老是在争对错，关系就输光了。你愿意退一步，关系才能前进一步。第三者的出现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他的出现只是提醒你们之间出了问题。你若怪他恨他，只是把焦点放错地方。你真正要做的是回头看看你们之间哪一个沟没填，哪一个洞没补，哪一个角落长满了冷漠的霉。你把这些修好了，那个多出来的人自然就没有了立足之地。我跟很多人讲过一句话，婚姻是你自己的道场，不是别人干扰的战场。如果你把婚姻想成一个需要防守、抵抗、斗争的地方，那你每天都会很累，也一定会输。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修炼的地方，一个能够看到自己、改变自己、完善自己的人生课堂。你说第三者出现了要怎么办？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怎么办，而是怎么看。你若只看到这个人不应该出现，他多坏，他多背叛，那你永远只能活在怨恨里。可是你若能从这个现象中看到自己婚姻的问题、关系的失衡、沟通的断裂，那你就有机会真正解决问题。很多人离婚后再婚，结果还是遇到同样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修自己的功课。他换了人，却没换方法；换了对象，却没换思维。结果换来换去，只是换了另一个第三者，换了另一种痛苦。易经讲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你若感觉已经穷途末路，那就是提醒你改变了。不是换人，而是换心；不是丢掉过去，而是重新整理。你可以重新学着赞美那个你曾熟悉的人，也可以重新欣赏那个你以为已经了解的伴侣。人永远都在变，你只要愿意看他，他身上永远有你没发现过的亮点。你以为他不温柔，也许只是你没给他表达的空间；你以为他不体贴，也许是你从没好好听他说话。你愿意换一种态度，整个关系就会不一样。家庭是最重要的修行道场。你想要在社会上立足，必须先从家庭中立得住。你若能把婚姻经营好，才有资格说你懂得做人。因为婚姻里看的是你真实的样子，不是你外面的样子。你在婚姻里学到的包容、理解、谦卑、觉察、调整、坚守，这些才是真正的学问，比你读多少书、说多少道理都来得真实，也来得有用。最后我送你一句话，简单却很重要。不要把别人当成敌人，不要把感情当成理所当然，不要把自己当成受害者。你若懂得这3点，你的婚姻就能有救，你的人生就能修圆。